欢迎回来啊！本小节我们来继续学习 GPIO 的输入部分。那我们先看一下本节程序的现象。本节课一共要写2个程序，第一个是按键控制 LED， 第二个是光敏传感器控制分明器。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程序，编译、下载，然后看一下面包板。这里我已经连接了2个按键和2个 LED， 那我按下左边的按键，左边的 LED 点亮，再按一下熄灭，然后继续按，这样子。如果按右边的按键，那右边的 LED 也会点亮熄灭，点亮熄灭，并且2个操作互不影响啊，一个按键控制一个 LED 的亮灭，这就是第一个程序的现象。接着再看一下第二个程序的现象。编译、下载，然后看一下面包板。这里我连接了分明器模块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当我用手挡住光敏电阻，光线变暗时，分明器就会鸣响。当我的手拿开，光线变亮，分明器就停止。这就是第二个程序的现象。好，那我们回到 PPT。上2小节我们已经把 GPIO 的结构和8种输入输出模式都讲完了哈。所以本小节 GPIO 输入的部分，我们就直接从外部硬件设备开始讲了。另外，本小节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C 语言的相关知识点，其中包括 C 语言的数据类型、宏定义、type-define、结构体和枚举这些知识点。这些知识点都是库函数里经常且反复出现的东西啊。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了解了这些知识点，你对库函数的执行逻辑就会理解得更加清晰明了。至于 C 语言的 if-else 啊、加减乘除运算啊这些东西，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会使用了，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 C 语言的指针。我之前已经录制过了一期指针的视频啊，里面详细介绍了指针的含义和用法。如果你对 C 语言的指针还不熟悉的话，可以到我的视频主页里先看一下指针的那一期视频。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GPIO 输入模式下的硬件和电路吧。首先是按键，这个按键是最常见的输入设备了，按下导通，松手断开。那下面这个图就是我们套件里的按键实物图，上面白色的是按钮，下面有2个引脚。当按钮按下去的时候，下面2个引脚就是接通的，松手后这2个引脚就自动断开了。这个执行逻辑太简单了是吧？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接着看一下在单片机中应用按键时候的一个现象，就是按键抖动现象。按键抖动现象就是由于按键内部使用的是机械式弹簧片来进行通断的，所以在按下和松手的瞬间会伴随有一连串的抖动。通过下面这个波形就可以看到，假设按键没按下是高电平，按下了就是低电平，那在按下的瞬间，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就会来回抖动几下。这个抖动会比较快啊，通常在5到10毫秒之间，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对于高速运行的单片机而言，5到10毫秒的时间还是很漫长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抖动进行过滤，否则就会出现按键按一下，单片机却反应了多次的现象。另外在按键松手的时候也会有一小段时间的抖动，这个我们在程序中也要注意过滤一下哈。最简单的过滤方法就是加一段延时，把这个抖动时间耗过去，这样就没问题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传感器模块的介绍。我们套件里提供了4种传感器模块，分别是光敏电阻传感器、热敏电阻传感器、对射式红外传感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它们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都差不多。那这些传感器模块呢，它们都是利用传感器元件，比如光敏电阻、热敏电阻、红外接收管等。这些元件的电阻会随外界的模拟量变化而变化，比如光线越强，光敏电阻的阻值就越小；温度越高，热敏电阻的阻值就越小；红外光线越强，红外接收管的阻值就越小。但是电阻的变化不容易直接被观察，所以我们通常将传感器元件与定值电阻进行串联分压，这样就可以得到模拟电压的输出了。对电路来说，检测电压就非常容易了。
另外，这个模块还可以通过电压比较器来对这个模拟电压进行二值化，这样就可以得到数字电压输出了。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图，这个就是传感器模块的基本电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 N1 就是传感器元件所代表的可变电阻，它的阻值可以根据环境的光线、温度等模拟量进行变化。上面这个 R1 是和 N1 进行分压的定值电阻， R1 和 N1 串联，一端接在 VCC 正极，一端接在坚地负极，这就构成了基本的分压电路。左边这个 C2 是一个滤波电容啊，它是为了给中间的电压输出进行滤波的，用来滤除一些干扰，保证输出电压波形的平滑。一般我们在电路里遇到这种一端接在电路中，另一端接地的电容，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滤波电容的作用。如果是滤波电容的作用，那这个电容就是用来保证电路稳定的，并不是电路的主要框架。这时候我们在分析电路的时候，就可以先把这个电容给抹掉，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电路分析更加简单。那我们把这个电容抹掉，整个电路的主要框架就是定值电阻和传感器电阻的分压电路了。在这里可以用分压定理来分析一下传感器电阻的阻值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哈。当然我们还可以用上下拉电阻的思维来分析。当这个 N1 阻值变小时，下拉作用就会增强，中间的 AO 端的电压就会拉低。极端情况下 N1 阻值为0， AO 输出被完全下拉，输出0伏啊。当 N1 阻值变大，下拉作用就会减弱，中间的引脚由于 R1 的上拉作用，电压就会升高。极端情况下 N1 阻值无穷大，相当于断路，输出电压被 R1 拉高至 VCC。 这是用上下拉电阻来分析电路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上下拉电阻的工作逻辑哈。AO 这个输出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放在屋里的水平杆子， R1 上拉电阻相当于拴在屋顶的弹簧，将杆子往上拉。 N1 下拉电阻相当于拴在地面的弹簧，将杆子往下拉。这个电阻的阻值越小，弹簧的拉力就越强哈。这个杆子的高度就相当于电路中的电压。如果只有上拉弹簧或者下拉弹簧，那杆子肯定被拉到了屋顶或者地面，在电路中就相当于中间点的电压为 VCC 或者坚地。那当两个弹簧相互拉扯的时候，中间的输出端就会向拉力强的一端偏移，至于偏移多少，就取决于两个弹簧的弹力之差了。如果上下拉弹簧的弹力一致，则杆子会处于居中的位置，也就是电路输出2/2 VCC 的电压。如果上面的阻值小，拉力强，那输出电压就会变高，反之下面的阻值小，输出电压就会变低。如果阻值为0，在电路中就是短接的状态，那就相当于拉力无穷大了。如果上下拉电阻的阻值都为0，就是两个无穷大的力在对抗，在电路中呈现的状态就是电源短路哈。所以这种情况应该避免。这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在单片极电路中会经常出现哈，比如弱上拉、弱下拉、强上拉、强下拉等。这里强和弱就指电阻阻值的大小，也就是这个弹簧弹力的大小。上拉和下拉就指是接到 VCC 还是坚地，也就是这个杆子是拉向屋顶还是拉向地面。最终的输出电压就是在弹簧拉扯下最终杆子的高低。那大家以后在遇到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分析，就可以尝试一下用我这个杆子和弹簧的模型来分析一下，相信你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的哈。那我们回到这个电路继续来看，在这两个电阻的分压下， AO 就是我们想要的模拟电压输出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AO 电压就直接通过这个排阵输出了。这就是 AO 电压的由来，仅需两个电阻分压即可得到。那接下来这个模块还支持有数字输出，这个数字输出就是对 AO 进行二值化的输出。这里二值化是通过这个芯片 LM393 来完成的。这个 LM393 是一个电压比较器芯片，里面有两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电路，然后剩下的是 VCC 和坚地供电。那我们 VCC 就接到电路的 VCC，
接地也接到了电路的接地。这里有个电容，是一个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这个电压比较器其实就是一个运算放大器哈。有关运算放大器的知识，我在51单片机视频的 ADDA 那一集有讲过哈，大家不会的可以去看一下。那我画一下这个运算放大器当做比较器的情况。当这个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时，输出就会瞬间升为最大值，也就是输出阶 VCC。反之，当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小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时，输出就会瞬间降为最小值，也就是输出阶间地。这样就可以对一个模拟电压进行二值化了。我们看一下实际的应用啊。这里同向输入端音正接到了 AO， 这里就是模拟电压端。音负呢接了一个电位器，这个电位器的接法也是分压电阻的原理哈。拧动电位器 N 负就会生成一个可调的阈值电压，两个电压进行比较，最终输出结果就是 DO 数字电压输出。DO 最终就接到了引脚的输出端，这就是数字电压的由来。然后右边这里还有两个指示灯电路，左边的是电源指示灯，通电就亮哈，右边的是 DO 输出指示灯，它可以指示 DO 的输出电平，低电平点亮，高电平熄灭。那右边 DO 这里还多了个 R5 上拉电阻哈，这个是为了保证默认输出为高电平的。然后就是 P1 的排针，分别是 VCC 间地 DO 和 AO。 那右上角这个图就是4个传感器模块了。对于光明电阻传感器来说，这个 N1 就是光明电阻；对于热明电阻传感器来说，这个 N1 就是热明电阻；对于这个红外传感器来说，这个 N1 就是一个红外接收管啊。当然对应还会多一个点亮红外发射管的电路在这里。发射管发射红外光，接收管接收红外光。模拟电压就表示的是接收光的强度。那这个模块的这里啊，电位器是直接换成了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哈，这样数字输出就是固定阈值的二值化了。这个模块通常用来检测通断哈，所以阈值也不需要过多的调整。那最后一个模块也是一个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哈，只不过它是向下发射红外光，然后检测反射光的，这个可以用来做循迹小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按键和传感器模块的硬件电路吧。首先按键这里我给了4种接法，上面2个是下接按键的方式，下面2个是上接按键的方式。一般来说我们的按键都是用上2种方式啊，也就是下接的方式。这个原因跟 LED 的接法类似啊，是电路设计的习惯和规范。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图，这种接法是按键的最常用的接法了。在这里随便选取一个 GPL 口，比如 PA0， 然后通过 K1 接到 D。 当按键按下时 PA0 被直接下拉到 GND， 此时读取 PA0 口的电压就是低电平。当按键松手时 PA0 被悬空，悬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引脚的电压不确定，对吧？所以在这种接法下必须要求 PA0 是上拉输入的模式，否则就会出现引脚电压不确定的错误现象。如果 PA0 是上拉输入的模式，那我们之前讲了，引脚再悬空 PA0 就是高电平，所以这种方式下按下按键引脚为低电平，松手引脚为高电平。接着再看一下第二个图，相比较第一个图，在这里外部接了一个上拉电阻，这个意思大家就清楚了吧？这个上拉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弹簧，把这个端口往屋顶上拉。当按键松手时，引脚由于上拉作用，自然保持为高电平。当按键按下时，引脚直接接到 GND， 也就是一股无穷大的力把这个引脚往下拉，那弹簧肯定对抗不了无穷大的力啊，所以引脚就为低电平。这种状态下引脚不会出现悬空状态，所以此时 PA0 引脚可以配置为浮空输入或者上拉输入。如果是上拉输入，那就是内外2个上拉电阻共同作用了啊，这时高电平就会更强一些，对应高电平就更加稳定啊。当然这样的话，当引脚被强行拉到低时，损耗也就会大一些哈。
那接着第3个图 ，PA0 通过按键接到 3.3 伏，这样也是可以的哈。不过要求 PA0 必须要配置成下拉输入的模式，当按键按下时，引脚为高电平，松手时引脚回到默认值低电平。这要求单片机的引脚可以配置为下拉输入的模式啊。一般单片机可能不一定有下拉输入的模式，所以最好还是用上面的接法。下面的作为扩展部分啊，大家了解一下即可。那最后一种接法呢，就是在刚才的这种接法下面再外接一个下拉电阻。这个接法 PA0 需要配置为下拉输入模式或者浮空输入模式。至于分析，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哈，我就不再细讲了。那总结一下就是，上面这2种接法，按键按下时引脚是低电平，松手是高电平。下面这2种接法，按键按下时是高电平，松手是低电平。左边2种接法必须要求引脚是上拉或者下拉输入的模式，右边2种接法可以允许引脚是浮空输入的模式，因为已经外置了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啊。一般我们都用上面2种接法哈，下面2种接法用的比较少。那到这里按键的硬件电路就介绍完了。再看一下右边的传感器模块的电路。因为是使用模块的方案，所以电路还是非常简单的。这里 VCC 接 3.3 伏，尖地接尖地，用于供电啊。DO 数字输出随便接一个端口啊，比如 PA0 用于读取数字量。AO 模拟输出呢，我们之后学 ADC 魔术转换器的时候再讲，现在还是不用接了哈。好，那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接着就是 C 语言部分的学习了。首先是 C 语言数据类型，这个 C 语言数据类型是个很基础的东西啊，大家刚学 C 语言就应该接触到这些东西了吧？那我把这个列出来，主要是提几个注意事项。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左边这3列就是 C 语言数据类型的关键字、所占位数和数的表示范围了。比如 char 是有符号字符型，占8位，可以表示-128到127的整数。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字符型，占8位，表示0到255。然后下面就是 short 和 unsigned short， 占16位，表示的数是这些哈。int 和 unsigned int 是占32位的，表示的数就是右边这些。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哈，在511单片机中 int 是占16位的，而在 STM32 中 int 是占32位的。如果要用16位的数据，要用 short 来表示，这是和511单片机的不同之处哈，不要混淆了。然后下面还有这个 long 和 unsigned long 占用的也是32位哈，跟 int 是一样的，所以别想着 char short int 这样排下来 long 应该是64位了哈，但其实 long 还是32位的。如果想用64位的，需要用到 long long 和 unsigned long long 这个数据类型。不过这个数实在是太大了哈，我们用的比较少。然后是 float 和 double， 这些是用来存小数的。float 和 double 都是带符号的数，没有无符号的 float 和 double 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在这里写的是 C 语言 stdint 点序文件和 st 对这些变量的重命名哈。因为左边这些名字比较长，而且这个 int 的位数根据系统的不同还有可能不一样。还有个就是这些名字有时候会名不对题哈，比如这个 char 本意是字符型数据的意思，按名字来说它就应该存放字符的啊，但是我们单片机通常用它来存放整数而不是字符，所以综上各种原因吧， C 语言和 ST 就给这些变量换了个名字。 C 语言提供的有 stdint 这个头文件，使用了新的名字，比如 int 8-t就是 char 的新名字，表示的意思就是8位整形数据，右边加个-t 表示这是用 type_define 重新命名的变量类型。type_define 是用来给变量类型重命名的，这个等会儿就讲啊。然后这里 unsigned char 的新名字就是 uint 8-t， 意思是无符号8位整形数据。然后 int 16-t uint 16-t，int 32-t uint 32-t int 64-t uint 64-t， 这些通过名字就知道意思了，就是16位整形、32位整形、64位整形的意思。那我们以后在写程序的时候，
就会按照它的推荐使用这些新的名字。那大家要知道，它们代表的就是前面的这些数据类型，就是换个名字而已。我们打开这个程序来看一下，这里先切回到分明器的程序然后在 GPIO 点儿区里找一下，这其中就出现了这些 uint8-t、uint 16-t， 这个 uint 8-t 就相当于 unsend char，uint 16-t 就相当于 unsend short， 这明白了吧？另外这里我还列举出了这个 st 定义的名字，像 U8、U16 这些，这是 st 库函数以前用的名字比如我打开库函数手册，这个手册是老版本的，所以还能看到这个 U8、U16 这些。那在新版库函数这里已经换成了 uint8-t 和 uint16-t 这样的了。不过这个新版本库函数仍然支持 U8、U16 这样的写法比如我写一个 U8， 然后跳到定义，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就是把 uint8-t 又改了个名字，叫 U8 而已。然后 uint8-t 再转到定义，可以看到这个 uint8-t 就是 unsend char 改个名字。不过这个 U8 定义这里上面有注释写了这是库函数老的类型，是为了传统的目的而保留的，说白了就是为了兼容老版本。所以目前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一列的数据类型定义，这是新版本库函数使用的方式，也是 C 语言 stdint 头文件里提供的官方定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C 语言中的宏定义，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在5.1单片机中都遇到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宏定义的关键字是:define， 它的用途是用一个字符串代替一个数字，便于理解，防止出错比如我们在程序中经常用1代表高电平，0代表低电平，这个还算好理解但是如果说1代表上拉输入，2代表下拉输入，3代表浮空输入等等等等，这时直接用数字来表示就非常麻烦了，是吧？那我们就可以用宏定义将数据参数映射到一个字符串上，这样就比较好理解。然后第二个用途是提取程序中经常出现的参数，便于快速修改。比如我们写程序里面出现了10个 GPL P0， 这个 P0 是需要经常修改的，那如果一个个修改就太不方便了，是吧？这时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字符串来代替 GPL P0， 然后需要修改的时候只需要修改一下定义即可。那这些就是宏定义通常的用途接着我们看一下定义宏定义这里写的是 define ABC， 然后12345，这个意思就是用 ABC 这个字符串替代12345这个参数。我们引用这个宏定义是直接写 int a 等于 ABC， 那它就等效于 int a 等于12345这个意思。那我们打开程序可以看一下，这个 GPL pin12 其实就是一个宏定义字符串。我们跳转到定义可以看到GPL pin12 替换的是 0x1000 这个数据，左边这里是一个强制类型转换是为了严谨性考虑的，我们暂时不用管的。那在这里就是 0x1000 表示12号口，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用宏定义将12号口的数据改一下名字，叫 GPL pin12，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那在这里写 GPL pin12就等效于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然后粘贴到这里，这是程序实际执行的内容，但这样不便理解，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宏定义进行改名。那剩下的还有这个 RCC APB2 外设 GPLB 也是一个宏定义的替换，还有这个 GPLB 也是宏定义的替换。那这些就是库函数中宏定义的用法。当然宏定义还有其他的很多用法以后遇到再说，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接下来是 type-define， 它的关键字就是 type-define， 它的用途和宏定义的用途差不多它是将一个比较长的变量类型换一个名字，便于使用。说白了也是换名字的一个语句。那定义 type-define 就这样写 type-define unsend char， 然后 uint8-t，
注意后面得加个分号啊。这个 type-define 和宏定义有哪些区别呢？首先，宏定义的新名字在左边type-define 的新名字在右边。然后是宏定义不需要分号 ，type-define 后面必须加分号。还有就是宏定义任何名字都可以换，而 type-define 只能专门给变量类型换名字。所以宏定义的改名范围要更宽一些。只不过对于变量类型重命名而言，使用 type-define 更加安全。因为宏定义只是无脑改名，管你对不对，而 type-define 会对命名进行检查，如果不是变量类型的名字，那是不行的。所以给变量类型重命名，我们一般用 type-define， 比如 type-define unsendChar uint8-t， 把 unsendChar重命名为 uint8-t， 然后在程序中直接写 uint8-t a， 那它就等效于 unsendChar a。当然原来的名字 unsendChar 还是能用的，这里的重命名只是增加了一个新名字，原名字也是可以用的那在程序中，我们这里的 uint8-t、uint16-t 等等，都是用 type-define 重命名的数据类型。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C 语言的结构体这个在酷函数中出现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要理解酷函数的运作逻辑，理解结构体那是非常必要的。那在 C 语言中，结构体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其实结构体也是一种数据类型比如 char、short、int 等，这些我们可以称作基本数据类型。然后数组就是一大堆基本数据类型的集合，比如定义 char a 方括号10，这就是10个 char 型数据的集合，对吧？那数组我们就可以称作组合数据类型，它是由许多基本数据类型组合而来的。数组组合的只能是相同的数据，比如这里就是10个 char 型数据的组合，或者 int b 方括号20就是20个 int 型数据的组合。数组只能组合相同类型的数据。那如果我们想组合不同的数据类型该怎么办呢？于是 C 语言的结构体就出现了。结构体也是一种组合数据类型，它的作用就是组合不同的数据类型。我们看一下它的用途就是数据打包不同类型变量的集合。在一个复杂的程序里，用结构体将一些数据打包起来，将有利于我们管理或者传递这些数据并且有利于程序员的理解。那接下来我将使用 DEV-C++ 这个软件来演示一下结构体的使用方法这里我已经写了一个最简单的 Hello World 程序，运行一下就输出 Hello World 那接着我们就在这个工程上研究一下结构体。对于 C 语言的数据来说，主要就是2个功能，一个是定义数据一个是引用数据。那既然结构体也是数据类型，那它就应该和其他数据类型差不多，也分为定义和使用。首先定义数据，比如 int a， 这是定义一个 int 型的数据，名字叫 a， 对吧？这个很简单。然后是数组，比如 int b 方括号5，这是定义一个5个 int 型数据的数组，名字叫 b， 这个大家也还熟悉画个类冲图，就是外面是一个打包的数组，名字叫 b， 里面连续存放了5个 int 型的数据，编号依次为0、1、2、3、4，这就是数组那接下来就是结构体，我们就可以写 struct c， 这就是定义一个结构体数据，名字叫 c， 简单吧？那当然是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啦。既然是不同类型数据的组合，我们就得告诉它是哪些数据的组合，对吧？所以我们还得在这里加上一个附加说明，告诉它是哪些数据。我们要在 struct 的后面加上一对花括号，然后告诉它我们要打包哪些变量，比如 char 型的 x 加分号int 型的 y 分号 float 型的 z 分号，这样才是结构体的完整定义。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名字叫 c， 其中包含了 char 型的 x、int 型的 y 和 float 型的 z 3个指向。画个类冲图，就是外面是一个打包的结构体叫 c， 里面放了3个变量，第一个是 char 型叫 x， 第二个是 int 型叫 y， 第3个是 float 型叫 z， 这就是结构体的定义。接着定义完了就要开始引用了，对吧？那 int a 引用
就直接写，比如 a 等于66，直接调用名字就可以引用了，这个最简单。然后就是宿主的引用，宿主的引用是宿主名 b 加上方括号取索引，比如宿主的第0个元素等于66，然后 b 方括号1等于77， b 方括号2等于88，这就是宿主的引用。最后就是结构体的引用了。结构体如何引用呢？我们需要写结构体名字 c， 然后用点运算符取索引，这里的索引就不是01234这样的，而是结构体指向的名字，比如 c 点 x 它等于一个字符 a， 然后 c 点 y 它等于一个数66， c 点 z 它等于一个小数 1.23， 这就是结构体变量的引用。格式就是结构体名称加上点，然后结构体指向的名称，来引用结构体的成员。那我们编译一下，可以看到这样是没问题的啊。接着我们再打印一下看看数据到底对不对呢？首先 printf a 等于 2d 斜杠 n， 然后 a， 然后 printf b 方块0等于 2d 斜杠 n， 然后 b 方块0，复制粘贴一下哈，改一下1、2，然后是结构体 printf c 点 x 等于 2c， 因为这个变量是槇形的哈，所以要用 2c， 然后斜杠 n c 点 x， 复制粘贴，改一下 c 点 y c 点 z， 然后 c 点 y 是 int 型，要用 2d， c 点 z 是 float 型，要用 2f。 好，运行一下，这里可以看到 a、b、c 这3个变量都是没问题的。到这里类比基本变量和宿主来理解结构体，应该还算简单吧。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结构体的特殊用法了。我们先把这些删掉。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体的名字太长了，这里如果想再定义一个结构体 D 的话，还得复制这一长串，然后再定义 D， 每次都写这么一大串，太麻烦了是吧？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type_define 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上 type_define， 把这一大串名字拿过来，然后起个新的名字，比如 struct_name-t， 最后别忘了分号。当给出来这个新名字之后，以后我们再定义这个结构体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 struct_name-t 来换掉原来的那一长串，这样看上去就简单多了吧。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构体成员可能会比较多，我们一般会换个行来写，比如这样。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格式哈，所以你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格式就应该知道了。这里的 struct 包括花括号在内的是一个结构体的数据类型，然后是 type_define 将结构体换个名字叫 struct_name-t， 下面这里的这一个就是结构体的数据类型，然后后面跟着的是结构体变量的名字。那我们直接使用结构体变量的名字，然后用点来引出结构体成员的数据，这样就可以进行数据的写入和读取了。学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酷函数中的用法。这一句是定义结构体类型的数据，数据名称叫 GPL_elite_structure， 左边是结构体类型名称，我们转到定义，这里是不是就明白了？ struct 包括花括号这里是结构体数据类型，然后用 type_define 将这个类型换一个新名字，叫 GPL_elite_type_define， 是不是和我们演示的这里基本一样啊？然后引用结构体成员，这里是不是也是结构体变量名加点，然后结构体成员名这样的形式啊？右边就是赋值的数据了。那我们回到 PPT 来看一下，这里定义结构体变量就是 struct 花括号char x int y float z， 然后是 struct_name
结构体变量的名字。下面写了啊，因为结构体变量类型较长，所以通常用 typedefine 更改变量类型名。这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 typedefine 这样的形式。然后引用结构体成员，就是结构体变量名加点，然后结构体成员名，这也是好理解的哈。但是最后这里又多了一种引用方式，就是结构体的首地址，也就是结构体指针加上杠大于号这个运算符啊，再加上结构体成员名，这样也可以引用结构体成员。所以说结构体成员的引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结构体变量名点结构体成员名，另一种是结构体指针名杠大于号结构体变量名。为什么要加一种结构体指针的引用方式呢？这是因为结构体是一种组合数据类型，在函数之间的数据传递中，通常用的是地址传递而不是值传递。有关地址传递、值传递还有指针的相关知识点可以看一下我的指针教程，我在那个视频里把这两种传递方式的用法和利弊都讲了哈。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来，既然是使用指针传递，子函数得到的就是结构体的首地址，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杠大于号这个运算符快速的引用结构体成员我们打开 STM32 程序，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体变量在传递给 GPL-elite 函数时，传递的是结构体的地址然后对应 GPL-elite 函数里，这里就是用结构体指针来接收的，然后里面再引用结构体成员时，就可以直接使用杠大于号这个符号来引用。当然这里你直接用星号引出指针变量的内容，再用点来引用结构体成员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用杠大于号这个运算符更加方便而已。那回到主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结构体就是一个数据打包的过程。首先将参数写到结构体的这三个变量里，然后统一打包，将结构体传递到函数里，接着函数里面再把这个结构体拆包出来，读取变量。这就是使用结构体的整个过程。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呢？直接在这里多定义几个参数不就行了？这个确实没问题，但当这个函数需要10个8个参数时，参数就太多了，不方便管理。所以这里就统一使用了结构体的传参方式，我们也只能按照它的安排来写了，是吧？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C 语言的枚举了。首先枚举的关键词是这个 alarm， 这个枚举跟结构体差不多，也是一种数据类型下面可以看到枚举的用途是定义一个取值受限制的整形变量，用于限制变量取值范围。比如我们定义一个变量用来存储星期的值，那理论上这个变量只能取1到7的值，对吧？但是如果你定义的是整形变量，那这个变量随意存什么都行，不会受到限制。这时可能会出现数据不合法，比如星期8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程序更加安全一些，就可以定义一个取值受限制的整形变量，这个变量就是枚举。另外这个枚举变量也可以当做一个宏定义的集合这个我们等会儿再看。接下来我们到 DEV-C++ 里来看一下。首先枚举也是一种数据类型是吧？那也是两个问题，定义和引用。定义和结构体差不多这里写 alarm， 然后是变量名字，比如 week， 接着同样需要在 alarm 后面加上花括号来指定这个变量可以有哪些取值，比如 Monday 等于1，逗号，这里和结构体不一样需要用逗号隔开，然后 Tuesday 等于2，逗号， Wednesday 等于3，然后等等我就不写了这样就可以限制 week 这个变量的取值范围，只能取在花括号里面的值。另外这里面的定义如果数是按照顺序累加的，那后面的赋值可以省略比如这个等于2等于3，因为是顺序的数可以去掉，编译器会自动填上顺序值的。同样这个变量类型名比较长我们可以用 typedefine 改一下名那就这样写 typedefine 枚举类型，然后枚举新名字，比如叫 week-t， 然后也换一下行
下面这里就可以直接用 wake-t， 这样就定义好了枚举变量。然后是引用，当给它赋值时，只能写 wake 等于 Monday， 这就等效于 wake 等于1， wake 等于 Tuesday 等效于 wake 等于2。这个赋值只能按枚举中的定义来啊。如果你写 wake 等于8，那编译器就会报警告，说你枚举中混入了其他变量。不过我这个编译器这样编译也没有提出警告啊。这个可能编译器比较宽容吧。那在 Q 软件中，要是这样写的话，就会报警告了。比如我们试一下，这个 enable 就是一个枚举值，我们转到定义，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枚举哈。我们复制一下枚举类型名，试一下哈，在这里定义一个枚举变量 a， 然后赋值 a 等于 enable 或者 a 等于 disable。我们编译一下，这里有一个警告哈，说的是变量 a 定义了，但从来没有被使用，这个不是赋值的问题哈，这说明我们这样赋值是被允许的。那我们再随便赋值一个，比如 a 等于100，这样再编译一下，就是2个警告。首先说的就是枚举中混入了其他类型。这就是枚举的作用，只能在它给定的参数列表里赋值，不能赋其他的值。不过在这里我赋值 a 等于0，看一下，它也不行啊。但是0确实是枚举中的值，这个我感觉有点不人性化啊。虽然0也是枚举中的值，但它只能赋值这个字符串，不能直接给0哈。如果想赋值0，还得进行一下类型强转。把它转换为对应的枚举类型，这样才没有问题。那这就是枚举的用法了。在这个工程里，比如这个 enable 就是枚举变量，还有下面的 GPL mode， 看一下哈，也是枚举变量。这个 GPL split 也是枚举哈。另外还有这个枚举值也不是必须赋值给枚举变量的，我们可以随意定一个变量，把枚举值赋给它都行。比如我这里写 int a 等于 enable， 编译看一下，这里只有个定义却没使用的警告，说明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枚举中的定义就和宏定义差不多了哈。所以 PPT 的这里说枚举也是一个宏定义的集合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下面这些定义枚举和引用枚举，大家看一下，应该都没问题了哈。好，到此本小节的内容就已经全部讲完了。我们讲了宏定义、type-define、结构体、枚举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是 C 语言最根本的语法哈，没有这些东西 ，C 语言照样可以完成它的功能。这些东西创造出来是为了我们编程人员更好的管理我们的工程。虽然表面上这些操作感觉是多此一举哈，但是当工程复杂起来之后，使用这些新的知识将使我们的编程更加的便捷，更容易理解，更不容易出错啊。所以大家现在需要学习一下这些知识点，在我们之后的 STM32 编程中也会不断的和他们打交道。那本小节就到这里哈，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学习 GPL 输入的代码部分。